高考结束的聚会上，贫困生说了大冒险要找人 kiss。他在一干单身男同学里面挑了我青梅竹马的男友裴艳青，裴艳青也没有拒绝他。我为此向裴艳青提了分手，裴艳青很不解，就因为一个游戏你要分手？是。裴艳青觉得被我当众下了面子，很不爽，当着我的面吻上了李书瑶的唇，甚至为了给我教训，竟然在次日带着李书瑶开始了我策划了几个月的本该属于我和裴艳青的毕业旅行。裴艳青认定我爱惨了，他离不开他，一定会主动找他下小求和，直到半个月后他都没有收到我任何一条挽回消息后，这才慌了。他在高考查分那天主动给我发了消息，晶晶，别忘记我们的志愿是同一所大学。收到裴艳青消息的时候，我正和我爸妈去他家里归还定情信物，我再不可能会和裴艳青上同一所大学。裴艳青不知道，和他填同一个大学只是我为了将就他的选择。现在彻底放下裴艳青不需要将就的我，义无反顾地奔赴了我梦寐以求的北大。高考结束那天晚上的聚会，我因为做头发迟到了半小时。到达聚会包厢门口，就听见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起哄声，亲一个，亲一个。这是班上的哪对情侣官宣告白了啊？我好奇地握住门把手推开门，看清楚里面的一幕，如遭雷击。在包厢中央站着的是我男友裴艳青和转学来的贫困生李书瑶。李书瑶双目含情，默默地看着裴艳青，声音娇羞：艳青哥哥，谢谢你肯站出来帮我，我从来没有和人接过吻，等一下请多多包涵。裴艳青含笑看着李书瑶，没有丝毫拒绝推诿的反应。我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在李书瑶踮起脚尖准备去吻裴艳青的唇时候，猛地出声：你们在干什么？听见我的声音，终于有人看过来。江云金来了。听见我的名字，裴艳青也转头看过来，目光和门口站着的我对上，他没事人一样的走向我来抓我的手。晶晶，你来了。我甩开他的手，因为气愤声音还在发抖。裴艳青，你刚刚和李书瑶要干什么？裴艳青没有说话，李书瑶却跳了出来。晶晶，对不起啊，刚刚我大冒险输了，要找人接吻，别人不肯帮我，我就只好找了艳青哥哥，我们只是玩游戏而已，你千万别放在心上。裴艳青马上也跟着道，就是一个游戏而已，我只把书瑶当妹妹看，晶晶你不用在意。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字一顿地问裴艳青：裴艳青，你是有女朋友的人，和别的女人当众接吻，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裴艳青脸色有些尴尬，围观的同学见状都打圆场。那就算了吧。李书瑶却不依不饶，哭唧唧的：晶晶，都是我的错，你别为难艳青好不好？大不了我喝12杯酒，我酒精过敏，要是喝死了，算我倒霉。他说着就哭着去抓桌上的酒杯倒酒，裴艳青马上拦住了他：晶晶，你过分了，这只是一个游戏，我们只是遵守游戏规则。书瑶她不能喝酒，所以我只能帮她。你好英雄啊，这包厢里没有女朋友的男生那么多，为什么他不找别人专门找你？还有，既然知道自己不能喝酒，为什么要玩？我来自农村，没有什么见识，从来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只是想参与而已，我有错吗？我没有惯着他，直接对过去。你想玩游戏没错，只不过找有主的男人亲嘴，思想很龌龊。李书瑶加大了哭声，就像是我在对他施暴一样。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我农村来的，比不上你这个富家千金，可是你也用不着这样侮辱我啊！我做错了什么？看李书瑶哭得梨花带雨，裴艳青黑了脸，对着我加重语气：晶晶，你这样真的过分了，说了只是游戏，我只是帮忙。裴艳青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到错，而是继续为李书瑶辩解。我心里发冷，打断他的话：是不是他大冒险输了，要和你上床，你也一样帮他解决？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难听的话，以至于裴艳青听了脸色瞬间变了。那边李书瑶早已经哭得不能自已。青金，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虽然穷，虽然没钱，但是我也有自尊。今天我就算是喝死，我也绝不会求人帮忙。李书瑶说着抓起酒瓶就要往嘴里灌，裴艳青一把拦住李书瑶，连名带姓的对我喊：江云金，你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好心帮一下他而已，你至于这样上纲上线吗？大家都是同学，帮一下会怎么样？我今天还偏要帮他，看你能怎么样？见我们闹起来，同学都吩咐打圆场说算了，裴艳青却把李书瑶圈在怀里。江云金，我今天放话在这里，书瑶这个忙我非帮不可。看裴艳青为了李书瑶和我对着干，抽泣的李书瑶对我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我气得发抖，一句废话都不想多说。裴艳青，你今天帮了他，我们就分手。分手就分手。裴艳青说完，一把拖住李书瑶的头，主动吻了上去。包厢里一片寂静，同学们都被裴艳青的行为惊呆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心口像是撕裂了一样疼痛着。裴艳青和李书瑶的吻不是点到即止，而是绵延悠长，包厢里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同学们都没有说话，目光在接吻裴艳青和李书瑶还有站在门口的我身上来回的转悠。裴艳青和李书瑶此时此刻什么心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此时此刻我像是一个小丑，一个无地自容的小丑，不想被人当作笑话看热闹，
我转过身，大步离开了包厢。走出包厢后，我的眼泪哗啦啦地涌了出来。和裴艳青从小到大10多年的感情，我们吵过闹过，但是没有一次我会这样伤心、失望、痛苦。一个人走在街头，心痛到极致，眼睛因为不停的流泪肿得像是水蜜桃。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的路，只知道精心装扮的妆容花很难看，只知道高跟鞋磨破了我的脚，很疼很疼。我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拿起手机想要给我爸妈打电话，手机有消息进来了，点开是一个小视频，裴艳青懒散散地靠在包厢的沙发上，旁边贴身坐着李书瑶。有同学担心地在问他：艳青，你确定不去哄云间？云间刚刚可是气狠了，连分手的话都说出来了。不哄。裴艳青脸上带着无所谓的表情。我和江云金认识这么多年，我救过她的命，她非常非常爱我。我很清楚的知道她不会真的舍得和我分手，她只是想要用这样的方法引起我的注意罢了。可是你刚刚真的有些过分。过分什么？不就是一个游戏吗？是江云金太小心眼了，她竟然敢用分手威胁我，真以为我怕了她？你们信不信？我只要晾她几天不理睬她，她马上就会屁颠屁颠的来找我求和。就算她不来求和，我只要主动给她发消息给一个台阶，她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原来裴艳青竟然是这样想我的，因为他就过我，我就必须和他捆绑，因为我爱他，就必须容忍他和别的女人没有丝毫边界的行为。心很痛很痛，但是我无比清晰的知道，我和裴艳青之间到此为止了。我和裴艳青是地地道道的青梅竹马，我爸妈和裴艳青爸妈都是生意人，两家又凑巧在同一个地方买了房子成了邻居，所以我和裴艳青就成为了青梅竹马。裴艳青救过我的命，在我5岁时候，看护的阿姨有事离开，我跌落进了泳池里被水淹没，是裴艳青发现后用游泳圈套住我把我救了上来。因为救命之恩，我们两家的关系比之前更好了，我们两家3天2头聚会，互相赠送礼物，一起出去旅游度假。而我和裴艳青从幼儿园一起到高中一直是一个学校，裴艳青和我从来都是形影不离。小时候我们会在阿姨的照顾下睡在一张床上，长大了我们也不避嫌。裴艳青和我进对方的房间从来都不需要敲门，裴艳青记得我的所有喜好，她会在吃饭时候给我剥虾，会把挑好鱼刺的鱼放进我的碗里。裴家永远准备着我喜欢吃的水果和零食，甚至裴艳青的房间的摆设都是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摆放的。认识我们的人都说我和裴艳青是天生一对，双方父母也默许了这样的说法。所以裴阿姨在我16岁生日上把裴家祖传的帝王绿翡翠玉牌送给了我作为生日礼物，这是心照不宣的约定，双方大人心里清楚，我和裴艳青心里也清楚。我们约好要一起考上最好的高中，在一起读大学。我们如愿考上了最好的高中，继续被分配在一个班坐在一起。高一时候，裴艳青家里发生了意外，裴叔叔决策失误，导致公司出现了危机。我不懂公司的事情，不过听爸妈私底下谈话说起过，裴家的公司资金紧缺，在破产边缘徘徊。那段时间，我看见裴叔叔和裴阿姨都憔悴了许多。因为心疼裴艳青，我主动对我爸提出了注资裴家，我爸和我妈同意了。最终裴家因为我家的及时伸出援手，起死回生。经历过患难，裴艳青对我更好了。他一直说我是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人，他活着只是为了我活着。我也坚信我们的感情情比金坚，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只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高3时候，班上转来了贫困生李书瑶。李书瑶成绩在他们村子里很好，又是少数民族，所以是学校特招进来的少数民族学生。他来的时候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裤子，头发枯黄，看起来就是长期缺乏营养。李书瑶的生活习惯和班上的同学完全不一样，因此闹了不少笑话。一开始李书瑶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交集，直到他家里出了事情，他父亲在工地上摔断了腿，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用，然后班上的学生集体募捐。我记得很清楚，裴艳青当时是班上捐款最多的，他捐了10万。10万块对于裴艳青不算什么大事情，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以为他同情心爆棚。捐款的第2天，李书瑶来班上致谢，给每个同学都带了小礼物，大家都收到了一模一样的围巾，只有裴艳青的与众不同。裴艳青的礼物是一顶花帽，裴艳青当时还把李书瑶送的花帽拿出来给我看。我看了李书瑶送给裴艳青的花帽，觉得有些奇怪，就去度娘查了一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花帽在李书瑶所在的那个少数民族里有特殊的意义，是女子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所以李书瑶喜欢裴艳青。我把自己查询到的结果告诉了裴艳青，他只是觉得可笑，说李书瑶不是那个意思，他心里只有我，绝不可能对李书瑶生出别的心思来。我有自己的自信，我长得漂亮，学习好，脾气好，家世好，我不觉得李书瑶对我有什么威胁。直到后来，李书瑶总是找借口接近裴艳青。李书瑶找裴艳青的第一个借口是英语差，想让裴艳青帮她补习。我以为裴艳青会拒绝，没有想到裴艳青答应了，我心里不太高兴，直接和裴艳青说了。裴艳青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我心眼比针尖还小。他说李书瑶好学，英语差，而他英语好，
帮一下同学是很正常的事情，让我不要胡思乱想。他还说裴家差点破产对他触动很大，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要为别人撑一把伞。他想要帮助别人，就像是我家当初出资帮助他家一样。我也反省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裴艳青每天都会抽时间给李书瑶补课，大部分时候是在下晚自习时候。在这之前，每天我们都一起回家，他要留下来给李书瑶补课，我就只有先走。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为裴艳青准备了早餐。这是我第一次为裴艳青做早餐，是我家里的阿姨手把手的教我做的燕窝。裴艳青这段时间明显看起来精神不太好，眼皮都发青了，我担心她身体，于是熬了燕窝。我没有想到那燕窝竟然进了李书瑶的嘴里，我把燕窝像是献宝一样给了裴艳青，她没有吃带去了学校。课间休息，我去了洗手间回来，看见李书瑶拿着我做的燕窝吃得津津有味，裴艳青则笑盈盈地看着李书瑶吃燕窝。李书瑶不吝啬地称赞燕窝好吃，更过分的是，裴艳青竟然因为李书瑶的夸奖问我：云晶，你做的燕窝很好吃，书瑶从来没有吃过燕窝，你能不能明天再做一份？不能。我拒绝了裴艳青，心里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我以为燕窝事件就是够让我恶心的了，结果紧跟着又出了下一件事。那天晚上下晚自习下起了大雨，从教室到外面学校门口有很长一段距离，我没有带伞，想起裴艳青书桌里有一把伞，准备和他用一把伞，结果却看到裴艳青撑起了伞，先送了李书瑶离开。他对呆站在教室里不可置信的我说：书瑶离得远，身体也不好，我先送书瑶出去，再回来接你。我看着裴艳青陪着李书瑶撑着一把伞从我面前离开，那一刻心里难受到极点。我没有等裴艳青冲进雨雾，快步跑出了学校。等跑到我家车旁，我全身都湿透了。我因为淋雨感冒，连续打了1星期的点滴。裴艳青每天都来看我，脸上带着心疼和抱歉，一遍遍地对我解释，他帮助李书瑶只是因为可怜他。他说李书瑶家里那么困难，父亲摔伤了腿没法工作，母亲只能在外面捡垃圾打零工，生活非常辛苦。他说李书瑶身体很不好，长期营养不良贫血，如果让李书瑶淋雨，李书瑶会生病。他让我理解他，我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想着他心肠好，心地善良，原谅了他。结果等我出院后，发现李书瑶母亲被裴艳青安排到了裴家做保姆阿姨。裴艳青解释说，只是可怜李书瑶，想给他们一点帮助。后来李书瑶也跟着住进了裴艳青家里。再后来，我在裴艳青房间里看见了穿着裴艳青衬衫、光着2条大白腿的李书瑶。李书瑶解释说是自己住的房间花洒坏了，没有办法洗澡，所以去了裴艳青房间洗澡。我却一个字都不相信，裴艳青家里那么多房间，她住的房间花洒坏了可以去客房洗澡，为什么要去裴艳青房间洗？分明是别有所图。我愤怒地斥责了李书瑶，她一开始对我说我管事管得宽，又不是裴艳青的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对裴艳青指手画脚。等裴艳青回来，她楚楚可怜地哭着跪在我面前道歉认错。她太会表演了，以至于裴艳青认为是我欺负了李书瑶，竟然说我想太多，说李书瑶单纯不是我想的那种人。我难过到极点，想过和裴艳青一刀两断，可是我舍不得。10多年的感情，我已经和裴艳青没法切割，那样我会痛彻心扉。再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李书瑶又不小心打碎了我和裴艳青的水晶相框，打碎了我送裴艳青的手办，甚至她和她做保姆阿姨的母亲在我去找裴艳青时候竟然不开门，故意把我关在门外。这桩桩件件委屈我咽下了不少，每次想要和裴艳青彻底了断，她都会来哄我，而我因为舍不得她曾经对我的好，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了原谅。可是现在在亲眼看见裴艳青和李书瑶当众接吻后，在听见裴艳青用那样无所谓的话把我标记舔狗后，我终于彻底下了决心，脏了的男人就应该扔进垃圾桶。我无比肯定自己不会要脏了的裴艳青。下定决心的我打车回了家，见我这么早回来，我妈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告诉我妈，我和裴艳青分手了。我妈惊讶到极致，不过还是不太相信我真的会放弃裴艳青。确定不是赌气？不是，妈，裴艳青都当众和李书瑶接吻了，我要这样的男人干什么？我妈很气愤，太过分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没有想到这么快就露出了马脚。这还八字没一撇就和别的女人搞暧昧，要是结婚了，那你得受多少委屈啊？分了，好，既然决定分手了，那就把你裴阿姨之前送给你的玉佩还回去。对了，你不是已经订了机票，酒店要和裴艳青一起旅行吗？现在用不到了吧？在我妈的提醒下，我也想起了这件事。下一秒，手机有消息进来了，李书瑶发来的，娇滴滴的声音：艳青哥哥，你是不是明天要和云金去毕业旅行啊？对，能不能带上我？我家里穷，从小到大就没有旅行过，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可是一个人不敢。裴艳青含笑的声音传来：知道了，小事情，明天你跟我们走就行了。虽然已经决定分手，
但是听见裴艳青这样轻松的答应把和我的毕业旅行带上李书瑶，还是让我心里刺痛。我没有什么情绪的退掉了自己的机票和酒店，然后开始整理这些年裴艳青送我的礼物。既然决定分手，那就分得彻底。这些年裴艳青和我互相送了不少值钱的礼物，我打算把裴艳青的礼物整理出来还给她，顺便也让她把我的礼物还回来。整理礼物我花费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凌晨才整理好，满满4、5个大箱子。我准备休息时候，裴艳青发了消息过来，云金，明天的毕业旅行舒瑶也想去，她家里困难，从来没有旅行过，我想着我们带一带，她就答应了，你一定也会同意的，对不对？我没有理会，关机睡觉。次日早上我被门铃声惊醒，紧跟着听到了裴艳青的声音，云金，江云金，你赶快出来，再不出来飞机要赶不上了。我没有理会，听见我家里的阿姨拦住了准备闯进来的裴艳青。小姐已经决定不去了，裴少爷你自己去吧。怎么可能？这是我们早就约好的，攻略也是晶晶做的，她不可能不去的。裴艳青说完，我听见了李书瑶哭哭啼啼的声音，一定是因为我云金才生气不去的，既然这样，我就不去了。我这种穷人就不该妄想有见世面的心思。裴艳青安慰着李书瑶，提高声音叫我，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后，她也生气了。江云金，你赌气也有一个度，我还没有因为你当众提分手让我难堪和你生气，你竟然又做上了，真以为我是没有脾气的人吗？她竟然还威胁我。我告诉你，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你要是不出来，我就走了，过时不候。5分钟很快过去了，裴艳青在外面生气地说了几句狠话后，伴随着李书瑶哭哭啼啼的声音，汽车声音渐渐远去了。我继续睡觉，这一觉睡到了中午，阿姨给我准备了美味可口的午餐，我坐在餐桌旁吃着午餐，刷到了群里的消息。哇靠，坐的头等舱啊！我这辈子还没有坐过头等舱呢，羡慕死了。有人艾特我，云金，记得和燕青多拍些照片给我们看看哦。我回复勿 Q， 我和裴艳青已经分手，以后别再把我和裴艳青再扯在一起，不合适。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我没去，李书瑶却已经坐上了头等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和裴艳青一起去的。大家都以为昨天晚上我说分手是气话，现在裴艳青和李书瑶大喇喇的去旅游，而我没去，不用说也是真的分手了。群里安静下来，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到下午6点，群里突然有消息了，李书瑶发了一个视频，传说中的总统套房终于见识到了。群里一片惊叹总统套房的奢华的同时，李书瑶单敲了我，她穿着薄若蝉翼的睡衣，做了一个妩媚诱人的姿势。云金，你要是不来，今天晚上我和裴艳青孤男寡女可是共处一室了哦。感谢你送给我们的机会，我争取今天晚上拿下裴艳青。带着李书瑶登上飞机，裴艳青心里就有些后悔了。江云金这次生气和以往相比完全不一样了，以往他从来没有说过分手的话，也从来没有不理睬他过，以为他和江云金争吵闹别扭，只要他发消息，江云金就算再生气也会回复一个符号。可是昨天晚上到现在，江云金对他的消息视若无睹。其实他昨天晚上想过，如果江云金拒绝他带李书瑶出去旅游，他会考虑江云金的意见的。只是江云金没有回复他。他早上带着李书瑶过去找江云金时候想过，只要江云金出来发脾气一下，他就放弃带李书瑶同行。结果江云金压根不露面，把他晾在门口半个小时不让进门，只是让阿姨来招呼他。裴艳青从来没有这样丢脸过。李书瑶一直在他面前说江云金高高在上，像是女王，说她只是女王的骑士。李书瑶说，在他们家乡，女人永远把男人放在第一位，就像是他爸妈，他妈妈永远把爸爸放在第一位，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李书瑶说，感觉他在江云金面前有些卑微，感觉江云金并不爱他。这些话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说的，是日积月累。不知道为什么，裴艳青听进去了。江云金家条件要比自己家里好许多，江云金从小到大就被宠成了公主，而他一开始是王子。可是经历了那一场差点破产的经历后，裴艳青体会到了从高台跌落地狱的滋味。如果不是江云金父母伸出援手，他知道自己家会破产，他们会被法院查封所有财产，他们会流落街头，会像李书瑶一家那样可怜。他承认自己帮助李书瑶是因为从李书瑶身上看见了曾经的自己。江云金帮了自己，他也想像江云金一样帮李书瑶。李书瑶很柔弱，很卑微，处处讨好他，那种卑微讨好让他心里很触动，所以他觉得自己当初被江云金拉出了泥潭，他也可以帮助李书瑶。他对李书瑶真的没有男女之情，只是把李书瑶当成了妹妹。李书瑶也发誓说只是把他当哥哥，既然他们互相把对方当作兄妹，江云金有什么理由生气？江云金数次为了李书瑶和他争吵别扭，他感觉江云金越发不可理喻。明明只是普通的小事情，一把伞，一盒燕窝，甚至是李书瑶母亲在忙碌没有听见门铃，没有及时开门这样的小事情，江云金都会引申开来。他一点都不柔弱，他的确很强势。他不喜欢江云金的强势，要是江云金像是李书瑶那样温柔，那样善解人意，那样在他面前伏低作小就好了。他爱着江云金，
可是他不喜欢江云金的强势，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因为家里出事有了心理疾病，他想要一个需要他帮助，他需要一个柔弱无助的江云金。大冒险接吻的事情他承认自己做的不对，但凡江云金当时楚楚可怜，像是李书瑶那样流泪，他肯定马上心软。可是他那么强势，那么咄咄逼人，竟然用分手来当众威胁他，让他和李书瑶下不了台。他心一横就和李书瑶亲上了。他想过江云金会哭着过来打他，分开他和李书瑶，完全没有想过江云金就这样走了。他也是要面子的人，虽然包厢里的同学都让他去追江云金，他心里也想去追，可是又觉得追出去没有面子，于是就想晾一晾江云金。直到去机场的路上，裴艳青都认为江云金会偷偷的跟上来，他那么爱自己，绝不会允许自己和李书瑶单独相处的。他做好了江云金会出现在他们订的酒店门口，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吓。结果下了飞机，没有等到江云金的人，却在群里看到了江云金的回复，已经分手，勿 Q。 看见江云金在群里发的分手消息，裴艳青心里恼火到了极致，他气得马上就要给江云金打电话质问他到底几个意思。李书瑶制止住了他。燕青哥哥，我觉得云金就是太在乎你了，和你赌气。你和云金之间，我觉得一直都不太对等，你太卑微。你要是认输，他以后就拿捏住了你。你不想以后和他的生活一直处于这样不对等的状态吧？裴艳青觉得李书瑶说的很有道理。你说怎么做？这样，我们气一下他。他不是因为我和你玩大冒险生气提分手吗？等下我给他发我们在一个房间的视频，他要是真爱你，一定会吃醋，一定不会不顾一切的跑过来。到时候你准备好玫瑰花，认错道歉，你们就和好如初了。裴艳青觉得李书瑶的话不错，他和江云金这么多年感情，他不相信江云金会舍得放弃，所以他默许了李书瑶发了那样一个充满挑衅的视频和文字。现在就等着江云金心急火燎地赶过来了。裴艳青去买了999朵蓝色妖姬，放在房间里等着江云金的到来。按照时间推算，江云金会在晚上11点左右到达，到时候他会送上惊喜，道歉，然后他们和好如初。裴艳青这样想着，满怀信心地等着，一直等到12点，也没有看到江云金的人。他对着李书瑶低吼：看看你看出了馊主意，你告诉我他为什么没有来？为什么？李书瑶满脸委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不来，按照正常情况，一般女孩子都不会不来，只有一种情况才不会来。什么情况？他不够爱你，他无所谓你。你胡说啊！云金他怎么可能不爱我？我们这么多年感情，我们要报考同一个大学，我们毕业后就会订婚结婚。我知道你对云金的感情很专一，可是你确定云金真的和你一样纯粹吗？李书瑶提醒。云金那么漂亮，追求她的人那么多，我记得3班的校草学霸给她写过不少情书，还约了云金一起出去吃饭。这件事儿你不是都知道吗？裴艳青想到江云金和3班学霸校草去吃饭的事情就赌。那个校草长得很帅，关键成绩霸榜，江云金竟然背着自己和他出去吃饭，太过分了。看着裴艳青颓废的表情，李书瑶又道：要不我们可以再用别的办法刺激一下他。次日早上我醒来，看到了李书瑶发的朋友圈，999朵玫瑰，天长的久爱，无休止，谢谢你的爱。接下来几天，李书瑶一直不停地发朋友圈，她和裴艳青按照我之前特意攻略定制的旅游路线走了一圈，他们一起去爬雪山，一起逛古镇，一起去情侣咖啡店喝咖啡，他们看了瀑布，飞越了峡谷，他们去求了平安符，他们的恩爱让人艳羡，人尽皆知。我没有什么情绪地扫过李书瑶发的朋友圈，心如止水。偶尔李书瑶还会单独给我发几个和裴艳青亲密的小视频，她和裴艳青勾肩搭背，他们贴脸开大，甚至裴艳青抱着李书瑶摆出各种暧昧造型。我不知道李书瑶是几个意思，我都和裴艳青分手成全了他们，他还继续向我宣战，有这个必要吗？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到了查分那天。我爸妈和我一起守在电脑前，看着我输入准考证，屏幕上没有出现分数，我爸妈先是一愣，跟着就抱在了一起欢呼。我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考进前50名。说起来还要感谢裴艳青，她忙着给李书瑶补习英语，我就没有时间帮她补习数学了。我有足够的时间自己学习，不想让自己陷入死循环中。在裴艳青为李书瑶鞍前马后的时候，我一直在拼命的做题，所以是裴艳青和李书瑶成全了我，让我成为了高考屏蔽生。清华北大的电话是前后脚进来的，我妈和我爸在商量到底去清华还是北大。裴艳青电话进来了，我没有接，接连打10来个电话都没有理睬后，裴艳青发了消息过来。分数出来吗？你考了多少？没有等到我的回答，又继续自说自话。我的分数过了我们要报考的大学。云金，我们说过的要一起读书，你等我回来。我没有理会裴艳青，那边我爸妈已经商量妥当，让我读北大，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家决定后，决定出去庆祝。我爸妈订了最好的酒店包厢，吃着美味佳肴时候，裴艳青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裴艳青永远爱江云金。我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抬头看向我爸妈。爸妈，裴叔叔和裴阿姨从国外回来吧，我打算把玉佩送还给他们。我爸妈点头。吃过饭就去裴家。吃过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我拿出了裴阿姨当初给我的玉佩，让家里的阿姨用推车推着裴艳青送我的所有东西去了裴家。裴叔叔和裴阿姨刚刚从国外飞回来没有几个小时，看见我们一家过来都很意外，他们热情地把我们一家迎进屋子，却在看到我拿出那个玉佩时候双双变了脸色。云金，你这是什么意思？燕青欺负你了？我很平静地告诉他们，我和裴艳青已经分手半个月了，玉佩早就想要还过来，只是你们不在家，就只好等到现在。听见我这样说，在裴家做保姆阿姨的李书瑶的母亲脸上不禁闪过喜色，她匆忙地端了茶水进来就马上离开了。我眼风扫到她快步走出去就开始打电话，电话打给谁的已经不用分析了。那边裴阿姨失控到极致，为什么？为什么要分手？因为什么？我还是很冷淡地回答，因为裴艳青有了喜欢的人。怎么可能？裴叔叔和裴阿姨都不相信。云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燕青那么喜欢你，她不可能喜欢别人的，绝不可能喜欢别人的。阿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裴艳青的确有了喜欢的人，人你们也认识，就住在你们家里。裴阿姨脸色大变，你说的人是李书瑶，这绝不可能的，他给你提鞋也不配啊。云金，我敢肯定，燕青对那个李书瑶绝不会有任何感情的，他只是可怜他们一家，仅此而已。如果你对燕青的做法不高兴，我们可以让他们走，现在就让他们走。看裴阿姨和裴叔叔急切的样子，我摇头。叔叔阿姨，我和裴艳青分手是深思熟虑的决定，不可能会有任何改变。你们满不满意他的现任女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想要和他分手，仅此而已。一定是搞错了，我这就给燕青打电话，让他和你解释。裴阿姨说着拨打了裴艳青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了。裴阿姨咬牙切齿的，燕青云金来退婚了。怎么可能？裴艳青的声音带着不敢置信。人现在就在我们家里，云金把定亲的玉佩还回来了，说你移情别恋了，你给我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我没有移情别恋，我爱的人一直是云金，云金只是和我赌气。妈，你让云金接电话。我可没有和裴艳青掰扯的想法，直截了当的。阿姨，不用再说什么了，我和裴艳青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在半个月前，他和李书瑶当众包厢接吻，就已经分开了。电话那头的裴艳青听清清楚楚的，他慌了。不是那样的，云金那只是一个游戏，只是游戏。可是我提醒过你的，和李书瑶接吻，我们就分手。你当时怎么回答的？不用我提醒你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真的，我喜欢的人只有你云金，你相信我。听着裴艳青崩溃的声音，我没有什么情绪。这件事就这样吧。说起来，裴艳青现在还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旅游呢，都是为人父母。如果我们云金和别的男人出去旅游半个月，一起吃一起住，你们能忍受吗？不能吧。既然这样，就体面一些的分开。我爸妈说完，拉着我直接走了人。裴艳青和裴叔叔、裴阿姨对着电话崩溃地骂着裴艳青，我还听见裴阿姨怒气冲冲地呵斥：“让那个不要脸的白眼狼一家马上给我滚，现在就滚！”裴叔叔和裴阿姨要撵走李书瑶母女，只是现在他们做什么都和我没有关系了。裴艳青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听了李书瑶的话，刺激了江云金半个月，江云金没有主动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发过一条消息挽留。越到后面，裴艳青心里越是着急，他心烦意乱，六神无主，他有些后悔自己相信了李书瑶的话，刺激江云金了。事到如今，裴艳青终于脑子正常了，他想到了一个让他非常害怕的可能：要是江云金因为他和李书瑶的这些所谓的暧昧真的和他分手，那他要怎么办？裴艳青不敢再停留下去了，他马上给江云金打了电话。江云金不接他的电话，他打了10多个电话，江云金没有理会任何一个。他发了消息过去，江云金没有把他拉黑，不过也没有回他消息的意思。裴艳青心里的恐慌在蔓延，有什么东西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他非常害怕。就在心慌意乱时候，接到了裴母的电话。裴母告诉他江云金来家里退亲了。裴艳青不敢置信，他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裴母在电话里质问咆哮，他心慌意乱，本能的解释，可是江家没有人愿意听他解释，他们放下定亲的玉佩，径直离开了。裴母非常愤怒，他喜欢江云金，自小就喜欢，现在被一个李书瑶把事情搅和成这样，他不顾体面的让李书瑶母亲滚蛋。裴艳青无力的挂断了电话，转过头看见了在身后无声啜泣的李书瑶。燕青哥哥，我没有想到云金会钻牛角尖，明明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他啪的一声脆响，李书瑶挨了重重一记耳光。裴艳青厌恶地瞪着他，闭嘴！你特么的给老子闭嘴！都是因为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在我面前使坏，才让我和云金越走越远的。
你他妈的是罪魁祸首。重重挨了一记大耳光的李书瑶哭着跪了下去。我都是为你好，燕青哥哥，我对你像是亲哥哥一样啊。我知道这次的事情怪我，都是我的错。你放心，我们马上回去找云金解释。我就算是跪在他家门口3天3夜，也要求他和你复合。李书瑶磕头如同捣蒜，情真意切。燕青哥哥，我觉得云金一定不会是真的要和你分手，他只是太爱你了，然后用这个逼你。你放心，回去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解释清楚，他一定会和你重归于好的，我发誓。李书瑶哭着解释，让裴艳青拉回了些理智。她还是不相信江云金会舍得和自己分手，应该只是欲擒故纵，等自己回去道歉认错。这次她也是真的害怕了。她发誓回去后让李书瑶解释清楚一切后，就再也不和她有交集。裴艳青马上买了返程的飞机票，只需要再等1个晚上，明天她就能飞回去见到江云金了。到时候她一定会和江云金好好解释，就算是下跪道歉，她也要挽回江云金。她没有注意到李书瑶脸上阴冷的表情，如果知道接下来会发生那样的事情，裴艳青绝不会再停留这1个晚上的。因为心里想着江云金，裴艳青一直心不在焉，一直不停地给江云金发消息打电话。江云金没有接她的电话，也没有回复她任何一条消息。裴艳青的心情低落到极致。离开的晚饭是在附近的酒吧街吃的，李书瑶点的菜。看裴艳青情绪不高，李书瑶还点了酒。李书瑶说一醉解千愁，说裴艳青现在愁眉苦脸的心情不好，喝点酒后就不会胡思乱想了。裴艳青心里着急担心，非常难受。她心里不只是担心，还害怕，要是江云金不回头，她该怎么办？她确定自己没法离开江云金，就这样在颓废难受绝望的情绪里，她拿起了李书瑶倒的酒喝了下去。裴艳青酒量不错，她也记得自己没有喝多少酒，大概就2杯左右，只是那酒的后劲很大，她很快就头晕目眩。怎么回到酒店的裴艳青不知道，她做梦了，梦见了江云金对她笑靥如花，她主动凑过来亲她，说好想她。江云金说以后不会再和她分开，他们之间再也不要插进任何人，他也承诺以后会离李书瑶远远的。他还告诉江云金，他只是可怜李书瑶，把李书瑶当妹妹，从来没有一点点的男女之情。江云金笑着说原谅他了，然后他们抱在一起吃口水，最后宽衣解带，那滋味无比销魂美妙。只是睁开眼的时候，裴艳青傻眼了，他和李书瑶2人一丝不挂地搂在一起，他竟然和李书瑶睡了。裴艳青不敢置信的同时，李书瑶也睁开了眼睛，哭唧唧的。燕青哥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只是好心扶你回来，可是你对我用强，你完全听不进去我的话。他指着自己被撕毁的衣物，我的衣服都被你毁坏了，我怎么拒绝你都不听我的话。呜呜，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会这样。裴艳青心里慌张害怕，对李书瑶也有愧疚，但是他最害怕的是这件事闹出去被江云金知道的后果。江云金绝不会原谅他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压下这件事，千万不能爆出去。他试着和李书瑶商量，书瑶，是我对不起你，我承认我错了，我给你钱，这件事你不要往外伸张好不好？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书瑶点头答应了。好，燕青哥哥，我都听你的。裴艳青松口气，李书瑶只要不说出去，他绝不会说出去，这件事会一辈子烂在肚子里的。裴艳青带着李书瑶急匆匆地赶往机场返回，而另外一边我美美的睡了一个觉起床，就看见了手机里收到的来自于李书瑶的视频。视频里裴艳青和李书瑶2人一丝不挂的在酣战，虽然关键位置打了码，但是看了这样的视频我还是觉得恶心到极致。紧跟着进来的是李书瑶发来的文字，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我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了燕青哥哥，你但凡要点脸，就不要再纠缠破坏我们。我眯着眼睛看着李书瑶警告的文字，忍不住笑出声来。李书瑶大概以为她和裴艳青睡了就能嫁给裴艳青，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下午3点，家里的门铃响了，阿姨打开门，裴艳青一家3口带着李书瑶过来道歉了。裴艳青脸色看起来非常不好，眼角乌青。裴阿姨进门就和我说，云金、燕青和我都说了，他和李书瑶没有什么，这次的事情是他没有边界导致的，他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好不好？裴艳青哑着嗓子，云金，我只是想让你吃醋生气，所以才让舒瑶发了那样的朋友圈刺激你。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已经意识到错误了，我以后再也不会玩这样幼稚的游戏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挑眉看着裴艳青，你和李书瑶真的只是兄妹关系？是，我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男女之情。那李书瑶你呢？你也对裴艳青没有感情？李书瑶上前一步，无语泪先流，像是之前表演了无数次那样的丝滑。她因为哭泣哽咽的说话都断断续续的。云金，我不知道会给你和燕青哥哥，给你们带来这样大的麻烦，我知道错了，你原谅燕青哥哥好不好？李书瑶说着故技重施跪了下去。我冷漠地看着他在地上磕了好几个头，完全没有阻止。倒是裴阿姨心软看不下去了，
伸手拉起了李书瑶。云金，舒瑶和燕青之间是清白的，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发誓吗？我看着李书瑶一字一顿的。用你们的神发誓，你对裴燕青没有非分之想。李书瑶不说话了，他大概以为我是软柿子，毕竟他给我发了这么多和裴燕青的暧昧视频，我从来没有任何回应。他知道我的骄傲不允许我回应，他在赌我不会用他用过的二手渣男。李书瑶赌对了，我的确不会回收二手渣男，可是我凭什么要不吱声的成全他啊？李书瑶不肯发誓，他继续哭着要下跪。我厌倦了这样的表演，拿出手机打开，很快李书瑶昨天晚上发给我的视频就这样呈现在大家面前。裴燕青脸色瞬间煞白。不是这样的，我喝多了，我把他去。裴阿姨和裴叔叔脸色铁青，特别是裴叔叔一个巴掌扇在了裴燕青脸上。丢人现眼的玩意，你怎么好意思的？裴家在我拿出那个视频后没有再说第二句废话，裴叔叔和裴阿姨转身就走。裴燕青还试图解释，被裴叔叔和裴阿姨拉着离开的。而李书瑶则忘记了表演哭泣，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她大概以为我是绝不会把这个视频亮出来的。接下来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了。我爸妈订了机票，我们飞去了普吉岛进行我迟到的毕业旅行。裴燕青失魂落魄地被裴父裴母拖回了家，李书瑶还跟在后面。事情挑开了，李书瑶心里是害怕担心的，但是这样也好，她和裴燕青在一起已经是事实，既然挑开了，就看裴家的态度。如果裴家父母答应他们在一起，那他就不用耗费什么精力；如果拒绝，那他有后招。李书瑶打定了主意，跟到裴家，关上门，裴燕青像是疯子一样的扑过来。贱货，你他妈的阳奉阴违，你他妈的算计我！李书瑶不知道挨了多少耳光和巴掌，她哭着求饶，哭着让裴燕青放过她。裴父裴母没有任何阻止，两人像是事不关己的径直去了楼上。裴燕青对着李书瑶拳打脚踢，打累了这才停了手。滚出去！从现在开始，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我的家！李书瑶看着这样凶神恶煞的裴燕青，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很响亮清晰地拒绝了裴燕青的要求。我不会走。什么？你说什么？裴燕青愕然地看着李书瑶。你他妈的再说一遍！你毁了我的清白，你必须对我负责，我绝不会走，我要嫁给你。你是做梦吧？老子凭什么对你负责？你也不照照镜子，你他妈的有什么值得让老子负责的？醒醒吧，江云金和你退婚了，他不要你了。既然他不要你，我也被你玷污了，不如我们在一起。你做梦！你凭什么和我在一起？裴燕青怒到极致。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这副模样，你给云金提鞋都不配。听着裴燕青的侮辱，李书瑶脸色冷了下来。裴燕青，你确定要这样对我说话？我告诉你，你这是强奸，我要是告你，你就完了。什么？你说我强奸？我特么的用得着强奸你这种货色？我这里有视频，昨天晚上你撕坏我的衣服，不顾我的意愿，强迫我都被我录下来了。不想坐牢，你最好乖乖听我的。李书瑶露出了真面目，她早就有了两手准备，特别是知道自己母亲被赶出去后，她很清楚想要嫁给裴燕青是绝无可能的，所以只有铤而走险了。昨天晚上她给裴燕青加了料，裴燕青失控对她进行了强暴，她谋划到今天，绝不允许失败，不管裴燕青愿不愿意，只能和她在一起，不然她就去告裴燕青强奸，她就不相信裴燕青敢和自己叫板。李书瑶拿出完整的视频播放，视频里裴燕青疯狂地撕扯着李书瑶的衣服，她在推拒在央求，可是最后她无力地屈服了。你竟然偷拍，你陷害我！怎么能说是陷害呢？这是事实，是那天晚上发生的真实写照，我只是凑巧打开了手机摄像头而已。你这个贱货！一直以为的小白花露出了獠牙，让裴燕青牙根痒痒的，她用力扇在了李书瑶的脸上。你算计我！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你竟然算计我！我算计你？难道不是你管不住下半身？撕破脸皮，李书瑶也不怕了。既要又要的玩意儿，你装什么蒜？口口声声说爱江云金，却又给我机会和我暧昧不清，你自己就不是东西，既享受我的温柔追捧，又放不下心头好。但凡你当初对我态度坚决一些，拒绝让我靠近，至于走到这一步。裴燕青被骂得涨红了脸。是啊，是他给了李书瑶靠近算计的机会，如果他和李书瑶泾渭分明，又怎么会走到现在的局面？李书瑶再也不见当初的柔弱善良可怜，咄咄逼人。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和我在一起，免除牢狱之灾，不然你就等着坐牢吧。面对李书瑶的威胁，裴燕青别无他法，他不想坐牢，他不想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可是让他和李书瑶在一起，他又觉得很恶心，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就在裴燕青进退两难时候，楼上的裴父裴母下楼来了，他们很平静地看着被裴燕青打得鼻青脸肿的李书瑶。我们答应你和燕青的事情，你们过几天订婚吧。事情的转变让李书瑶不敢置信，
他一直以为要花费不短时间威胁，完全没有想到裴父裴母竟然爽快。裴父裴母刚刚在楼上把儿子和李书瑶之间的对话听了清清楚楚，两人在商海这么多年，基本上不用花费脑子就知道自己的儿子被算计了。李书瑶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白眼狼，对付白眼狼当然不能急，他们必须找到李书瑶算计裴艳青的证据。裴家有钱，只要肯花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3天后，李书瑶购买违禁药品的视频就发到了裴父手机上。还在做着豪门席梦的李书瑶，在睡梦中被粗暴地扯下了床。裴父裴母把证据摔在了他面前，李书瑶傻眼了。他购买的违禁药品是一定会受到刑事处罚的。裴父裴母只有一个要求，让李书瑶拿出录制好的威胁裴艳青的视频。双方各走各的路，各不相干。李书瑶不想坐牢，他没有办法和裴家抗衡，于是不得已交出了录像，和裴家和解。豪门梦破碎，李书瑶一番诡计付诸东流，他和自己的母亲父亲统统都被赶出了裴家，裴家没有给1分钱的补偿。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李书瑶和父母被赶走后没有完，在他准备上大学的前一天，一辆飞驰的汽车撞断了李书瑶的腿，他半身不遂，再也没法站起来了。恢复清醒的李书瑶痛不欲生，他不相信车祸是意外，他直觉车祸是人为的，而恨他的人只有裴家。李书瑶也是一个狠人，他在裴家借住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都不做，他偷偷地进入了裴父的书房，盗取了商业机密，原来是打算等过段时间威胁裴家给点钱了事的。现在他人已经变成了这样，那就大家都不好过，一起下地狱好了。李书瑶把裴家的商业机密卖给了对家，裴家的公司遭受了重创。在我进入大学校园半年后，我的手机上进来一条消息：云金，帮帮我家吧，求你说服叔叔阿姨帮帮我们家吧。我这才知道裴家的现状，他们家破产了。破产之前，裴家四处奔走，可惜再也没有人像我家当初那样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裴艳青走投无路，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求助我，我没有任何理会。从前帮助裴艳青是因为我喜欢她，现在怎么可能帮她？我家又不是做慈善的。我和裴艳青在她和李书瑶接吻不顾我的反对那一刻起就已经陌路。